谭云步履稳健，神色平静地朝通天灵阁走去。途中见到他的圣魂一脉、武魂一脉、兽魂一脉、气魂一脉弟子们，尽管目光不善，可无一人上前滋事。不是四脉弟子不愿，而是不敢。谭云方乘生死台，击杀26名炼魂境大圆满弟子之事，在四脉弟子脑海中浮现，使他们未有丁点勇气再去找谭云麻烦。不过他们坚信谭云会死，他们相信以谭云越级挑战的实力，5年后必定参加仙门10脉大比，届时各脉强者定会击杀他。同时令他们匪夷所思的是，他们亲眼看到、听闻谭云被执法长老带走了。本以为谭云不死也会脱层皮，可未料到谭云又生龙活虎、毫发无损地出现在了他们面前。谭云无视路人对自己不善、质疑、胆怯的目光，在彩虹笼罩下步入了通天灵阁。通天灵阁以出售法宝为主，由于掌柜万事通是出了名的为人和善，故而前往通天灵阁购买法宝的弟子络绎不绝。通天灵阁的1楼出售的是极品灵器，2楼下品宝器，3楼中品宝器，4楼上品宝器，5楼极品宝器，6楼下品亚尊器，以此类推，9楼乃是极品亚尊器。由于炼魂境弟子无法发挥亚尊器的10成威力，故而通天灵阁内并无尊器出售。谭云迈入一层大堂时，一些炼魂境6重以下拮据的各脉弟子看着谭云的目光中有3分不善，7分惧意。贵客，请问您要购买什么法宝？这时一名身穿通天灵阁服饰的貌美女子带着职业的笑容迎了上来。谭云微微一笑，我不购买法宝，听说贵阁信誉极好，便想过来兑换一些极品灵石。好的。那女子笑盈盈道，贵客，您兑换极品灵石来我们这里就对了，其他商铺要110块上品灵石才能兑换1块极品灵石，而我们这里只需105块，不知贵客要兑换多少呢？闻言，谭云一副警惕十足的模样，低声道，数额比较庞大。我明白贵客的意思了。那女子当即道，贵客请随我上楼暂且休息，具体兑换事宜由我们掌柜的和您交涉。如此甚好。谭云应了一声，便跟随那女子来到了10楼，进入一间雅阁内。女子让谭云稍等后便转身离去。谭云坐在雅阁屏风后的玉椅上，合上眼睛，心中冷笑，若非我早得知此阁是方沧海死士的据点，否则但从外表还真看不出通天灵阁有何异常。谭小友，贵客呢？随着一道和蔼之音，头发花白的万事通笑着拱手来到了谭云面前落座，自我介绍道，老夫是这里管事万事通。谭云睁开眼睛，恭敬道，见过前辈。不必客气。万事通目光赞许道，谭小友，你方才与人决战之事，老夫也听说了。谭小友不愧是曾经的内门第一人，这到了仙门也无法埋没你的光环呐。待10脉大比，谭小友定会再次一鸣惊人，成为仙门第一人，到那时可是有不少几率直接晋升为皇府圣宗圣子呢。谭小友前途无量，前途无量啊！谭云一愣，前辈，圣子是？万事通亦是一愣，旋即呵呵笑道，谭小友还真是自顾修炼，不问窗外事啊。谭小友，远的不说，就说在100年前，仙门第一天才精灵，便是在9脉大比中成为仙榜之首，还未晋升圣门弟子，便被赐予了圣子之名。圣子，那可是将来在圣门中有资格争夺下一任宗主的机会呢。谭云闻言好奇道，前辈，圣门有多少弟子？其中圣子又有多少？万事通如实道，圣门如今大约有300万弟子，圣子不过100人。哦，明白了。谭云恭敬道，多谢前辈告知。不客气，不客气。万事通慈祥道，老夫还指望将来谭小友晋升圣子后，对老夫多多提携呢。话罢，万事通气愤不已道，谭小友，20日前贵脉神长老来老夫这里兑换100万极品灵石后，他返回功勋一脉的途中被人追杀，灵石被抢之事，老夫也听说了。这世道真是人心险恶，早知如此，当初老夫便亲自送沈长老回功勋一脉了。话罢，万事通爽朗道，这样吧，这次无论你换取多少极品灵石，老夫统统按照同等价格100块上品给你兑换成1块极品，一来表达老夫上次为护送沈长老的歉意，二来也算是和谭小友结下一个善缘。闻言，谭云起身，一副感激涕零的样子，晚辈实在是太谢谢前辈了。前辈，晚辈今日要兑换1000万极品灵石。万事通一怔，1000万极品？谭小友，老夫没有别的意思，老夫听说贵脉只有12座灵矿，按时间算，你们可开采不出来这么多灵石啊。谭云一副情真意切的模样，前辈，实不相瞒，其实早在半年前，我功勋一脉所有弟子停止了修炼，全部开采了半年灵矿，这才开采出来这么多灵石。原来如此。万事通笑道，谭小友，由于1000万极品灵石数额庞大，我通天灵阁并未有这么多啊，那怎么办？谭云有些着急。谭小友莫急。万事通呵呵笑道，这样吧，
老夫带你去我通体灵阁的宝库内去。这谭云欲言又止，有些迟疑，看似有些警觉。万事通脸色一正，谭小友切莫担心，老夫通天灵阁信誉极好，不会做出杀人夺宝此等恶极之事的。况且老夫可是知道，谭小友乃是宗主青睐之人，老夫怎敢太岁头上动土呢？你呀就放心吧。相反，若换做别人，老夫还不带他去宝库呢。谭云躬身道：“是晚辈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前辈勿怪。”不，万事通摆手道：“年轻人做事谨慎，这是好事，否则一不留神丢了性命，都还蒙在鼓里呢。事不宜迟，谭小友随老夫走吧。”谭云抱拳道：“好。”万事通应声，转身朝房外走去时，浑浊的眸子里掠过一抹奸计得逞的意味。万事通殊不知，这时他身后谭云的心眸中划过一抹一闪而逝的狡黠。谭云不露声色，跟随万事通来到了通天灵阁的顶楼12层一个偌大的房间内。切！万事通弹指间，一缕灵力自指尖迸射而出，射入了光滑如镜的墙壁上。当时墙壁如湖面荡漾，幻化出一扇门后。万事通招呼了谭云一声，便径直迈入。谭云紧随而至，映入眼帘的是一座传送阵。谭小友，跟我来。万事通迈入传送阵后，朝谭云和蔼可亲的招手道：“好的，前辈。”谭云恭敬应声，来到了万事通身旁，惊叹道：“前辈，你们通天灵阁竟然内有乾坤啊！恐怕没几个人知道，这里还设有传授阵吧？”万事通点头道：“毕竟人心险恶，不得不防。老夫若是把灵石都放在通天灵阁，一旦有人惦记，岂不大大不妙？”万事通右手一挥，一块灵石射入了开启传送阵的凹槽中。当时传送阵空间扭曲中，万事通、谭云消失不见。下一瞬，谭云眼前景象一变，出现在一座气势恢宏的宫殿内，自己脚下便是传送阵。谭云正欲回首想观看一下外面地形时，耳边传来万事通的提醒道：“谭小友，此大殿是我通天灵阁的宝库，老夫不得不谨慎，故而你不可回头看殿外的景象，否则若被你看到了，岂不得知这座大殿建立于何处了？”晚辈记住了。谭云应声间，全身神经紧绷了起来。谭云悄无声息地打开了灵兽带，旋即一道声音传入是天魔元。金龙神师脑海中，待会儿只要没人对我出手，你们就按兵不动等我命令；若有人对我出手，你们便出击。下达命令后，谭云跟着万事通朝2楼走去。谭云发现大殿内除了紧闭的殿门外，再无任何一个出口，甚至一扇窗都没有，俨然一座封闭的巨大宫殿。属下见过副统领。倏然，一名蒙面黑衣人像是幽灵一般从谭云面前飘过，单膝跪在万事通身前。属下见过副统领。紧接着，残影烁烁，足有数百人单膝跪于万事通身前。谭云一眼扫去，发现加上万事通刚好490人。谭云清楚地记得，当初自己杀死那名死士时，从死士口中得知，方沧海共有500名死士。当初老袁击杀了9人，而后又生擒幽影，那么除了10人外，还剩490人。现在眼前的这些人，显然是所有死士了。谭云猜测，既然万事通是死士的副统领，那幽影无疑是正统领了。谭云心中冷笑，通过鸿蒙神通发现，加上万事通共计212名神魂境强者，除了万事通乃是神魂境7重外，其他人皆是神魂境1重至6重不等。至于剩下的188人，是炼魂境大圆满实力。谭云按耐着将众人赶尽杀绝的冲动，想静观其变，说不定大殿内真有储存灵石的宝库呢。都起来吧。万事通朝众人摆手道：“是，副统领。”489人恭敬起身后，目光定格在了谭云身上，眸子里散发着嗜血的光泽。万事通猛然转身，盯着谭云，凶相毕露。谭云，你这个该死的小儿，胆敢杀我主外孙，还杀了内门气脉3长老，现在害得我主被气脉老祖责罚。今日老夫要将你一刀一刀的活剐。上次为杀死沈清秋那老东西，是他命大，这次先把你杀了再说。嗖，顿时489人身影闪烁，将谭云团团包围。万事通本以为谭云会吓得屁滚尿流，然而谭云却不慌不忙地拍了拍长袍，淡淡道：“幽影都被老子抓了，老子还会怕你们这群整天藏在黑暗中的人渣？”万事通脸色大变，统领大人被你抓了。其他死士亦是大惊失色，他们尤为相信谭云的话，因为他们清楚统领大人的确叫幽影，此事除了自己等人和主人外，根本没有外人得知。既然谭云能喊出统领大人的名字，那统领大人应该是被抓了。可是他们想不通，面前这个炼魂境5重的蝼蚁，怎么可能抓住统领大人？谭云耻笑道：“副统领，很意外是吗？不过正好，你把我带入这座封闭的宫殿，如此一来，正合老子杀你们的心意。就凭你这个小杂种，也能抓住我统领大人？”
万事通缓过神来后，冷笑道：“你吓唬谁呢？说不定你是从哪里得知了统领大人的姓名？老夫绝不相信你能生擒统领大人。”话罢，万事通朝一名神魂境一重死士大吼道：“给我将他碎尸万段！”属下遵命。那神魂境一重死士右手画爪，犹如一道幽灵，朝谭云飞扑而去。老袁，给我将他神魂俱灭！谭云负手而立，心眸中闪耀着森冷的杀意。嘎嘎，吃俺老袁一棒！随着一道浑厚之音，一人高的是天魔猿从灵兽袋内钻出，抡起黑棒，带着崩塌的空间，轰然砸在了那死士的头上。不，砰！惨叫声突兀中断，堂堂神魂境一重死士，颅骨乃至于全身化成绽放的死亡之花，血液碎骨迸溅中，脑海中的神魂还未飞出，竟是被是天魔猿一棒打死。这一幕非同小可，万事通急忙命令道：“他是四阶灵兽，一起上杀了他和谭云。”众死士招是天魔猿，谭云冲去的刹那，谭云厉喝道：“老袁，神魂境敌人你来对付，将他们赶尽杀绝！大块头，所有炼魂境大圆满敌人交给你了，给我统统杀光！”一声失效震战大殿，顿时一束金光从谭云灵兽袋内飙射而出，化成了3阶成年期，高达150丈，通体金黄的金龙神狮。金龙神狮犹如一道巨大闪电，双翼在低空狂暴地扫在了一名炼魂境大圆满死士的身上。立时，血雾弥漫中，数十名炼魂境死士惨叫着，浑身爆碎开来。如今随着金龙神狮迈入3阶成年期，他实力大增，炼魂境修士在他双翼撞击中触之即死。巨大的宫殿内，是天魔猿急速跳跃，闪烁在神魂境强者们身旁。他每挥出一棒，便将一名神魂境强者轰爆开来。咔嚓咔嚓，金龙神狮犹如巨大的金色闪电，双翼每闪烁一次，便有一名炼魂境大圆满的死士粉身碎骨。随后的片刻内，是天魔猿和金龙神狮对众人展开了屠杀。那些神魂境强者在是天魔猿面前，无论是实力还是速度，都弱得可怜。碎骨散落的宫殿内到处都是血液，犹如血洗了整座宫殿。血雾弥漫中，谭云依旧负手而立，漠视眼前一切。此刻，炼魂境大圆满的188名死士已被金龙神狮屠杀一空，只有5名神魂境5重强者和神魂境7重的万事通还活着。6人心惊胆战，面如死灰，万万未想到谭云竟然有如此强悍的2只灵兽！快逃出大殿，向主人求助！万事通声嘶力竭地大吼着，率先朝紧闭的殿门凌空飞去。另外5人紧随而至。他奶奶的，在俺老袁面前，你们还想活命？都给俺去死吧！是天魔猿体型暴涨至30丈，纵使一跳，便越过了1000丈低空，出现在6人头顶上空，挥出巨棒狂暴地砸下。不，副统领救命！当时3名神魂境死士躲闪不及，惨死在巨棒之下，尸骨无存。砰砰！另外2名神魂境死士躲闪中，右肩被巨棒边缘击中，当时肩膀炸裂，口喷鲜血，还未落地，是天魔猿小山般的身体跃落而下，将2人活活踩死后，挡住了殿门。嗖！原本朝殿门凌空逃去的万事通，急忙身体一顿，转身朝谭云杀去，显然是想擒贼先擒王，给俺死！是天魔猿右臂一挥，手中巨棒犹如乌黑的风轮，带着一片片崩塌地漆黑空间，朝万事通撞击而去。速度之快，神魂境7重的万事通躲闪不及，只得拼死抵抗，博取一线生机。老夫和你拼了！万事通怒吼间，凌空持刀朝后方一挥，嗡！顿时一道长达数百丈、乳白色骨之力刀芒悍然轰斩在巨棒上。砰！轰隆隆！当骨之力剑芒斩在巨棒上之际，在万事通绝望的目光中，自己那足以斩杀神魂境6重的一剑却溃散了。不！万事通惨烈的嗷叫中，巨棒击溃剑芒后，速度不减地轰砸在了万事通身上。砰！万事通身体4分5裂，碎尸洒落中钻出7道神魂，与其他神魂境死士死亡后的数百道神魂，惊恐不已地飘荡在宫殿内。面对生死，这些神魂们虽然恐惧，但却无一人求柔。谭云，你这个卑鄙无耻的小儿，原来你早知老夫是死士，却装模作样的跟老夫来到此地，就是为了杀老夫！万事通的7道神魂异口同声地呵斥谭云，若眼神可以杀人的话，谭云已死上1000遍。谭云面带讥笑，我来当然是为了杀你们，难不成是来送死的？万事通7道神魂望着数百道死士的神魂，骤然咆哮道：逃出大殿！只要有1道神魂逃出去，就能告诉主人，让主人为我们报仇。是副统领！数百道神魂视死如归的呐喊中分散开来，企图绕过是天魔猿逃出殿门。老袁，留1道活的神魂，其他神魂全部灭杀。谭云神色冷漠地命令道：是主人！是天魔猿应声后，
体内那乌黑的滔天魔气澎湃而出，瞬间迎面吞噬了所有神魂。神魂们在杀猪般的哀嚎中急速泯灭，呼吸间只剩下万事通的一道神魂还活着，在魔气中无法动弹。谭云正想施展鸿蒙神瞳控制万事通的神魂时，那神魂眼神中掠过一抹决绝，便选择了自我泯灭。谭云环视一眼被血洗的宫殿，若有所思道：“老袁，你到楼上仔细看看是否有人，若有人留活口。”好的。是天魔猿身体骤缩，化为一人身高，冲上了通往2层的台阶。嗖嗖嗖！谭云招手间，宫殿中散落着的490枚乾坤剑，隔空射入他乾坤界内。大块头，你留在这里，若有人来，你能活捉最好；若打不过，及时求救。谭云招呼金龙神师一声，便朝2层宫殿走去。来到2层宫殿后，空无一人。谭云随后又来到了3层、4层、5层，依旧无人。主人，6层的殿门是锁着的。这时，是天魔猿的声音从上方传来。随后，谭云来到6层紧锁的殿门外，打开。谭云淡淡道：“砰！”是天魔猿粗暴的一脚将殿门踹得4分5裂。接着，他破门而入的刹那，一道道耀眼的光芒从6层宫殿内射出。谭云从破碎的殿门中径直迈入后，映入视线的是灵石海洋。在1000丈见方的6层宫殿内，一块块极品、上品、中品灵石堆满了地面。哈哈哈哈！好多的灵石！谭云遏制着激动，从乾坤戒中拿出100枚乾坤戒，一边收取灵石，一边清点数额。一刻过后，100枚乾坤戒装满后，愣是又装了80枚才装满。随后，谭云将身上所有灵石清点了一遍。此刻，极品灵石达到了2300万，上品灵石达到了18亿，中品灵石更是多达3200亿，满载而归。嘿嘿嘿嘿，不枉此行。谭云笑罢，带着是天魔猿来到了1层宫殿。他并未通过传送阵离去，而是谨慎地来到紧闭的殿门前，深吸口气，轻轻地把殿门拉开一个缝隙。映入视线的是茫茫云海，显然自己所在的宫殿地理位置极高。谭云虽不清楚这里何处，但他猜测，既然6层宫殿内储存着那么多灵石，很显然这个宫殿非比寻常。谭云并不认为仅仅只是一个通天灵阁便能挣到动辄数千万的极品灵石和数千亿的中品灵石。谭云探出脑袋，俯瞰而下，目光投过云层，发现下方是仙谷群，每一座仙谷中皆有一座楼阁。忽然，谭云的目光定格于一座熟悉的仙谷中，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明悟。原来我已经来到了这里。